小美，小美，小美，我要去跑步了，你要一起吗？不用了，期末考快到了啦，我还是要认真一下，临时抱一下佛脚也好。好吧，那我就自己去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一名大学2年级的学生。自从进入大学以来，由于学业压力和不规律的生活作息，我的体重开始不断上升。为了减肥，我决定开始夜跑。虽然一开始也找了朋友一起跑，但随着他们被美食诱惑，或是下雨天偷懒后，就不再一起跑了。嘿，学妹，今天也来跑步吗？咦，学长，考试周了，你们还来团练啊？哈哈，有些人放弃考试了，反正练不练都不太影响成绩了。也是啦，我也打算运动完再回去看一下书。我们晚点团练完会一起去吃宵夜，学妹等等要不要也一起来啊？其实我运动是为了减肥。学妹根本就不胖吧？还是要做一下身材管理咯。如果等等要一起吃宵夜，我会再跟学长联系。好啊，那等等再赖我。那天我跟学长打完招呼后，就照例前往操场跑步了。那一天，操场上空无一人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能听到我脚步落地的声音和自己的呼吸声。跑了一会儿，我感到有些累了，决定慢跑几圈，稍微放松一下。当我跑到操场一角时，忽然感到背后有一阵冷风袭来。我回头看了看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摇曳的树影。应该只是夜晚的寒意吧。之后我还是继续往前跑，但没过多久，我又感到一双眼睛在盯着我，那种感觉越来越强烈，感觉有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窥视着我。我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，希望能甩掉这种令人不安的感觉。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，我当时决定换个路线，跑到学校外围的小道上，那里比较僻静，但风景优美，是个放松心情的好地方。我跑着跑着，突然听到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，我停下来，四处张望，但什么也没看到。应该只是我的错觉吧。当我跑到小道的尽头时，突然看到前方有个模糊的身影。我揉了揉眼睛，确认自己没有眼花。那身影看起来像是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女子，正站在前方路旁的树下。我感到心跳加速，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。小雨，这么晚了你还在跑步？咦，小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也来跑步啊，最近胖了不少，还是得多运动运动呀。我当时虽然觉得有点怪，但是想说可能小美念书念到烦了，就也没在意。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八卦吗？我想想，阿强和阿芳分手了，他们吵得可厉害了。阿强和阿芳，他们是谁？我当下愣住了，小美怎么可能不认识我们的共同朋友？你不记得吗？之前还跟他们一起上选修课啊。你是不是又在闹我了？我记得的，只是最近没见到他们。小雨啊，你觉得那间小庙怎么样啊？我听说那里很灵，你要不要陪我去那里拜拜，就求个桃花运吗？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。那间小庙是学校旁边一座破旧的庙宇，据说灵异事件频发，我从来没敢靠近。一起去嘛，陪我嘛，好吗？不要吧，我们还是回宿舍吧。我开始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。小美根本不乏追求者，哪里需要求什么桃花？而且她的声音变得有些奇怪，语调冰冷，与平时的她似乎不太一样。我一时说不上来那种异样感。小美，
我先看一下手机哦。咦，小美刚刚找我什么事？奇怪，刚刚小美明明跟我一起跑步，怎么会传讯息给我？也不可能打电话来找我啊！我当下忽然觉得不太对劲，忍不住看向小美。我忽然发现，小美没有影子。小美，你……小雨啊，你真的不愿意陪我去吗？小美，你到底……小雨啊，留下来陪我不好吗？我顿时感到浑身冰冷，挥开了他的手，加快了脚步，拼命向前跑。小雨，留下来嘛！他的声音从后方传来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他追了上来。我拼命挣扎着，想要逃离这里。突然，我看到不远处的路灯旁站着一只橘黄色的猫。猫咪发出奇怪的呵斥声，似乎在驱赶什么。不知所措的我猛地转身，拼尽全力朝小猫的方向跑去。当我接近猫咪时，它却突然消失了。我气喘吁吁地停下来，四处张望，却再也找不到小猫和那小美的踪影。周围一片安静，只有我自己的心跳声和呼吸声。小雨，你怎么满头大汗？小美，阿奇，我刚才差点被吓死了。哈！我惊魂未定地将刚才的经历告诉他们，他们听完后也是一脸惊恐。我一直在宿舍里，从未出门啊。他们为了缓和气氛，说要请我吃点宵夜压压惊。我原本想拒绝，但是一个人待在房里感觉更可怕，还是一起去了。老板，我要3碗豆花，都要加珍珠。啊，你们要加什么？我要红豆绿豆。那我要加芋圆，还有地瓜圆。还好你没去那间庙，听说之前有个学姐好奇跑去那，结果之后就出了车祸。你们的餐点好了。学妹，小雨，外面好像有学长找你。咦，我去看看。学长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学妹，你刚刚在学校侧门那附近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看到你似乎在和谁说话，可是那里什么也没有。什么也没有。学长的话让我瞬间僵住。另一个小美，学长说的话，我手腕上的抓痕，还有奇怪的小猫，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，让我越想越怕。但我想我还是幸运的，某种程度上是捡回一条命。后来我搬离了宿舍，去外面租屋。咦，你问我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养了一只小猫，一只橘黄色肥肥的小猫。不是说不要睡我笔垫上吗？所以猫为什么就是讲不听呢？为什么呢？故事结束了，感觉如何呢？虽然这个故事有点恐怖，但别忘了晚上睡觉前记得关好门窗，还有检查一下床底吧，或许会捡到一枚50元硬币，还可以买碗豆花吃呢。欢迎来到怪事，我是怪事的屋主小乖，这里是专门分享恐怖、悬疑、灵异、神鬼及未知事件的频道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了。下期我将带来一则神秘的都市传说，千万别错过哦。那我们下期见咯，拜拜。